煎熬，让我带走你的疲惫和烦恼。明天如何，谁知道？命运之前，我太渺小，被你思念是我唯一的骄傲。且让我给你依靠，为你受风雨和煎熬，才能释放你的自由和幻想。失去所有不在乎，我一生只为你燃烧，保护你，用爱围绕，直到世界停止转动的一秒。你们两个填什么？填得这么开心啊？我们在填申请组屋的表格。那么快就填表格啊？我们可以先填表格啊，到时候房子被拆啊，就可以用政府津贴的钱去买新主屋了。哪有这么快啊？先填好表格交上去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对啊，无论如何，这都是开心的事情嘛。哎，我也有一件开心的事要告诉你们。哎，你看，你大哥寄信回来了。啊？快给你妈看看啊！信上说些什么啦？哦，阿哥他讲，他会回来过年。怎么样？漂不漂亮？哇，不错，全都是贝壳哦。喂，为什么买2串？你是不是2个女朋友？2个就2个咯，怎么样？不可以啊？阿信的女朋友啊，很厉害的，9号文凭，在政府福利部工作。哇，找个学问比自己高的女人很难伺候的哦。就是咯，这有时候我发现啊，书读得多的确是很麻烦的。追求浪漫啦，讲情调啦，像这一次我出海，他硬要我到每个海滩呢去替他捡贝壳。你们是知道的啦，一有空呢就想加班啊，多赚点钱，哪有时间去捡贝壳嘛？所以我就随随便便买这2串贝壳来送给他。随随便便买2串，那你床底下那盒贝壳从哪来啊？喂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也知道？喂，你怎么了？最近老是闷闷不乐的，没事吧？喂。喂，你不是快要结婚了吗？怎么还闷闷不乐？是不是缺钱用啊？我这里有，你先拿去吧。不是钱不够用，钱是有的，只是没地方花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哪有人结婚呢不需要用到钱的？哦，你钓到了一个金龟婆，可以倒贴大床，对不对？哎，是结不成婚了。结不成婚？你说什么？哎，为什么结不成婚啊？就像你说的那套电影一样，眼看就快要倒数的新娘子跟别人跑了。一部电影啊？哦，就是那一部，男主角跑去教堂，把新娘子给抢走了。狼虎之年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一模一样。怎么会一模一样呢？狼虎之年的妈妈没有勾引你啊？还有他有没有撞破你跟他妈妈的私情啊？有没有？你说到哪去了？我是说，爱人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。你不要认输吗？电影是电影，现实是现实，两码事。不认输也不行啦。我的未婚妻跟那个男的在春节结婚，而且准备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。那更好啊！你就可以学那部电影，毕业生那个男主角叫，管他叫什么名字。总而言之呢，学那个男主角那样，叫他跑到教堂去，把那个新娘子呢给抢回来。
你都说了，电影是电影，现实是现实，我哪像男主角啊？我只是一个小人物，读书的时候被同学欺负，到后来去到餐厅打工，还得看老板的白眼，到最后担上了传言，船上的人还是欺负我。幸好有你替我出头，他们才不敢欺负我。自从我跟阿珍在一起了之后，我总觉得我自己总算熬出头来了。我想结婚，我想有一个家，可是到最后，这是命中注定的。我想我这一生中都是没有好日子过的。喂，你千万别这么想啊！什么事都好，都要靠自己争取，千万不要认命啊！那，你认为阿珍她会怎么想？你还爱阿珍吗？我这一生中就只要阿珍一个。那好，你听我的话，去向她表示，把她抢回来。很难的。你没试过，怎么知道很难呢？能抢回来吗？就算抢不回来，也不要泄气嘛。说老实的，像我们这种跑船的，长年累月在海上，老婆在家里有了别的男人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所以说啊，感情的事呢，一定要看得开。要是知道自己的老婆啊跟别的男人睡在一块，就算杀了我啊，我也会想不开的。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的嘛。那你猜猜看，世界各国的男人是怎么样对待自己的老婆跟别的男人偷情？有什么不同？当然有不同啦。英国人看到自己的老婆跟别的男人在床上，他就会以很绅士的风度向对方提出决斗。日本人呢就先鞠躬问好，然后拔出武士刀；美国人呢就会先问对方是什么政治立场；希腊人是最有趣的，书本上说犹太人呢是最小气的、最吝啬的，5分钱看得比牛车轮还要大。所以如果犹太人看到自己的老婆跟别的男人在床上，他们会很紧张的问：你是不是用了我的牙膏和肥皂？全是你编出来的。什么我编的？是书本上写的。换成是你啊，我看你怎么对付那个男的。换成是我，怎么可能会是我呢？书本上写的又不是我。不过像我这么英俊潇洒又多情的男人，我老婆肯定对我死心塌地的，她怎么可能会去偷人呢？这种事情啊，很难说的。说起来啊，跑船的人最可怜。有得有失嘛。所以说啊，聪明的话呢，就先不要结婚，等赚够了钱，一切安定下来，上了岸再娶个老婆，到时候天天对着她，就不怕她跑了。三八网发生杀人案件，一个姓李的男子因为不满女友移情别恋，在夜晚持刀行凶。在这起桃色凶杀案中，女子和一名男子被砍伤，女子伤势严重，警方已逮捕了嫌犯归案。大学法科海外特修生涉嫌谋杀98周周，你的咖啡啊？案今天正式开审。好了好了，你在想什么啊？没事。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警告中国大陆。其实我刚刚是在想我阿哥的事情，他有来信说他就快回来了。多一个人回来过节是比较热闹的。是啊。你在想什么，我都知道的哦。没有啊，我在想我自己的问题，跟你没有关系的。跟我为什么没有关系呢？你的事，就是我的事啊。哎，阿玲，要不要喝咖啡啊？我来帮你跑来。不用了，在家里跟我妈吵了几句，今天晚上我在咖啡店里睡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哎，你睡后面嘛，后面有帆布床。不了，我就睡在这里行吗？时间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去送送他吧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我来送你。你现在在想什么？不必担心，等阿星回来，我会坦率告诉他我们之间的事情。他不是那么小气，他会祝福我们的。我是在想，我跟他哥小时候的事情。小时候？小时候啊，我的身体很弱的，反应又慢。阿哥他每天笑我，
说我船头怕鬼，船尾怕贼，船中间怕漏水，所以我们常打打闹闹。哎，那小时候阿信没打过你啊？真正打我的话，只有一次。那次啊，我把他心爱的小鸟给弄死了，他很伤心，气狠狠地打了我一顿。不过啊，如果有别人欺负我的话，他也会帮我打回他们的。看来你们两兄弟的感情还是很好啊。那当然啦，只要我不令他伤心，不惹他生气的话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为了我们的事，你觉得内疚，觉得对不起阿信，对不对？我讲了那么多次，你还是这样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提早结婚。提早结婚？你不是不想娶我吧？哦，不会不会，我高兴都来不及了。既然你看到阿信，你会觉得内疚。我们结了婚之后，去香港。去香港？嗯，我有个表哥在香港做生意，他需要帮手，我们过去帮他，顺便也可以学学做生意啊。哎，好哎，这样我也可以改变环境。不过我们从小在这街长大的，到了香港会适应吗？哎，那个阿玲好像就是不适应，才会跑回来的。阿玲是电影圈，电影圈很复杂的，我们是去做生意，又不是去拍戏的。嗯，那就好。不过，你表哥找你过去，他有没有别的意思啊？什么别的意思啊？哦，没有，没事。哎，你说，你的表哥会不会是喜欢你啊？你别瞎猜了，我们从小到现在只见过一次面啊。哦，阿信说的对，你呀，船头怕贼，船尾怕鬼。做任何事情呢，都有得有失的，不能样样事情都怕，是不好的。你也不想一辈子在咖啡店里面捧咖啡吧？这给你。给我？你自己呢？哦，我里面还有。看你这样子，是不是跟女朋友吵架了？哦，没事。哎，你在香港待过几年？香港到底好不好？我警告过你，不准问香港的事，你又问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帮6月问的。我去睡了，你还饿不饿？饿的话，我给你煮一碗面吧。香港好不好？你知道那些王八蛋欺负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吗？谁敢欺负我，就让他付出代价，打得他脑袋开花。看着我干什么？去睡觉吧。
你竟然霸上我的女朋友！我什么我？从小到大，我照顾，我维护你，你欺负我，替你出头，脚受伤了，我带你去医院看医生。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。可是我跟6月都已经……你跟6月已经……对不起，大哥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可是我是真的爱6月的，求你把她让给我好不好？我很爱她啊。哥，不要以为我是东南亚病夫，谁敢惹我，谁就没有好下场。来，尽量喝啊。哥，没酒了。没酒再拿啊，别客气。办什么啊？过来。你的朋友喝了酒，等下记得收钱啊。知道啦。喂，每一瓶酒大妈都有记录的啊。好了，别啰里啰嗦了，去睡觉吧啊！各位听众，现在是特别新闻报告：震动本地的连串精装抢劫案，在警方连日来的追查之下，开始有了一点眉目。警方逮捕了2名嫌犯，他们分别是程家福、李有金。警方还在追查其他嫌犯下落。特别新闻报告完毕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件案子是不是有你的份？哎，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！哎，我看这个案子跟一个人有关的。阿牛啊！老哥还是你有关。对，阿牛最近穿金戴银，很阔气耶。他去牙龙啊，小费都给50块了。肯定不是阿牛干的，打抢了还穿金戴银，怕人家不知道。如果真的是他干的，肯定要把贼赃脱手，要准备跑路，至少躲一阵子才有命花钱啊。林哥，你好厉害，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？我在香港的时候，那些混龙虎狮的，什么3教9流的人马都有，听也听多了。什么时候啊，老师也干他一把，几年不用愁，待在这里吃就行了。来一个，麦记嫂啊，你给我12只黑脚腌鸡啊！好，谢谢。哎，阿星妈，好久不见了。大姐，听说你去汇钱了？哎，是啊，给乡下的大哥汇点钱。乡下最近闹水灾，日子难过啊。汇钱的人多不多？有5、6个人吧。啊，我也要去汇一点钱。哎，阿星妈，要买腌鸡吗？最好的黑脚腌鸡，价钱跟去年一样。好啊，我家阿星啊要回来过年了，总得买点好吃的给他。给我2只吧。好的，2只。怎么，阿星要回来啊？哎，是啊，他写信来说会回来过年了。那你年货都办好了吗？随便办了一些。9号妈咪啊，什么事？你说阿星回来，2兄弟会不会打起来啊？打起来？哟，什么打起来？不会吧？如果要是真的打起来，我们就有热闹看了。是啊，他们是2兄弟，怎么会打起来呀？你想想啊，本来是大儿子的女朋友，现在呢却躺在小儿子的怀里。哎呦，这样丢脸的嘞！为了一个女人呐，2兄弟一定会打得头破血流。啊，新闻也有报告啊，3-8万的凶杀案啊，也是2个男的为了一个女的。喂，我们大家有热闹看喽！等着看热闹的人肯定会很失望。我很了解我2个儿子的性格，他们一定会好好的处理这件事。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哈，什么样的妈就会生出什么样的儿子。安昭，来。今年咖啡店生意不错，有得赚。这一年你也够辛苦了，这50块钱你拿去，
做2件衣服好过年。谢谢阿爸。老板，我走了啊。哎，阿光嘛，来，新年快到了，这些钱你拿去吧，就当这是红包。我知道你要寄钱回乡下的，收下吧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最重要是过年，大家快快乐乐的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哎呀，怎么少了2箱啤酒啊？怎么了？阿周啊，那2箱啤酒是不是你拿的？我没拿。没拿自己伸脚走路啊！我告诉你呀，夜里让你睡在咖啡店是信任你，你怎么可以偷拿啤酒呢？不是我偷的，是那天晚上阿玲跟她朋友喝掉的。那有没有给钱啊？没给钱喝什么酒呢？你是咖啡店的伙计呀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让人家拿酒喝的？做事不认真，我要扣你50块。嗨，你进来好吗？还好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看书啊？知识就是力量。你说话还是一样文绉绉的，叫人听不懂。我知道，你一定是看不起我。别人怎么看待你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。玫瑰的名字即使不是玫瑰，但是它始终是玫瑰。我知道，在你跟阿星的眼里，我永远都不会是玫瑰，我只是一朵牵牛花。牵牛花？阿星说的，他说我是一朵牵牛花，不能够自己活下去，要围着大树，缠着竹篱笆才能够生长的。我觉得你很像一个人。是吗？我从来都不觉得我像什么人。哎，那个人漂不漂亮啊？她长得很漂亮。漂亮就好。哎，那个是谁啊？她是巴法利夫人。她一生只追求荣华，追求幻想，周旋在不同男人身边，不忠于爱情。最后，她负债累累，被逼自杀身亡而死。呸！自杀身亡啊！你说我像什么暴发户夫人啊？永安他又不是暴发户，我怎么会是暴发户夫人？还什么自杀身亡？我活着多好啊！我可以穿漂亮的衣服，吃好吃的东西，我为什么要像他自杀身亡？真是一头牛，而我呢，是在对牛弹琴。喂，你莫名其妙，一会儿说我是什么暴发户夫人，一会儿说我是什么一头牛。你才是一头牛啊！你别以为你看了几本书很有知识哈，就可以骂人啊！真是一个美丽的躯壳，隐藏着一个堕落的灵魂。喂，看书，看坏你的脑筋啊！什么事情不高兴？老板给你受气了？不做了，明天不要上班了。不是啦，还是同事欺负你？你告我是谁？我帮你去骂他。是你们家永彪啊！阿彪？他说你是暴发户。他说我是暴发户。他还骂我是暴发户的夫人啊！他还说我是一头牛，什么有个美丽的躯壳，堕落的灵魂了，气死我了！只有此理！阿彪凭什么骂人？我也只不过开了一间面包店，什么暴发户嘛？阿彪是斯斯文文的读书人，我来龙家7、8年了，从来没看过他骂过人呢。为什么会骂人？除非有些人该骂。好了，有些算你的账，别这里凑热闹。算了，阿彪平时的人啊都很怪的，家里的人都不去惹他的。以后啊，他跟你说什么，你不要睬他就是了。永安，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很难相处啊？不会啊，
你看你跟我不是相处得很好吗？没事的。阿玲啊，现在年关将近了，咖啡店都很忙，有空的话去帮帮他们。你呀，从香港回来的一段时间了，总不能够每天游手好闲，白吃白拿白喝啊！你说什么？白吃白拿？不就是拿了你一个面包吗？怎么，想割你一块肉，心痛是不是？心痛我给钱就是了啊！阿玲啊，你怎么这么说啊？只不过是一个面包值多少钱啊？你要吃拿去吃吧啊，拿去。我知道，我站在哪里坐在哪里都碍眼。在咖啡店里一天到晚听妈唠唠叨叨，到这边来坐坐，吃个面包还要看他妈王八蛋的脸色。喂，你骂谁他妈的王八蛋？骂谁不可以？哎，阿玲，你我们一人少说一句啊。到底是我给你脸色看，还是你给我脸色看？每天脸黑黑，好像全世界跟你有仇似的，也不知道在香港搞了什么东西，变成这个样子回来。好了，你们少说一句啊。哎呀，阿玲呢？她喜欢谈电影，你就跟她谈电影啊，她就会开心了哈。喂，永宁啊，你回来新加坡已经好一段日子了，那你会不会回去香港拍电影？再看看吧。你新的电影在新加坡快上映了，你看了没有啊？还没看。你的电影很多人看的，我还要托朋友买票才看得到。你是戏里的男主角，我一看见你出来，我好高兴啊！我就对我的同事说：“你们看，那个男主角就是我男朋友的弟弟呀。”可是他们还没看清楚你的脸，你就一刀被女主角给砍死了。为什么？告诉你，我不是什么男主角，我只是个跑龙套的。不过你算什么东西？轮不到你来嘲笑我。阿玲，我很崇拜你的，我怎么会嘲笑你呢？我只是想问问，为什么男主角的戏份那么少呢？还有够了！你干什么？你发什么疯啊你啊！阿玲，你呀，你那些猪朋狗友啊，跑到咖啡店把我们的啤酒都喝光了，你现在又跑到面包店来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哈！你不问清楚就怪我，你就知道怪我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回来的，你不该生下我。阿玲啊，你看看呐，在香港到底做了什么，搞成这个样子？我左盼右盼，终于把他给盼回来了，没想到。花姐啊，荣家的人是不是都很难相处的？想做荣家的媳妇不是这么容易的，无论是做大的呢，还是小的。你看，你可以帮我吗？我老婆进了医院，需要一笔钱动手术，你可以先借我100块，我真的是没办法才来找你的。没问题。我是上门，你在对面的理发部等我，待会儿来。你看，谢谢你了。哎，阿玲，阿爸呢？阿爸跟大妈都不在。对了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上厕所，你帮我看一下啊。啱啱就公祭有力，就知道天意就在，佢就好驚，將個皇位就讓咗俾李淵。李淵嗰陣時咧，再拜神令，大官披黃升大殿，咁就坐上皇帝位啦，又係用早晨皇帝個大臣朝賀完之後咧，公眾就下旨。阿玲，等等，哎。你要钱，你跟他爸讲，你不可以偷的。你听清楚，我不是偷，阿爸不在，我可以记着等钱用。我拿了改天会告诉他的。不行啊，你上次跟朋友喝的那2箱啤酒啊，没有给钱，大妈已经扣我薪水了。你再这样子，我会更惨的。你干什么啊你？阿玲，我拿了100块，会告诉阿爸的。你拿钱干什么？是不是要请那些猪朋狗友喝酒啊？
你怎么越变越坏啊你？钱拿回来！我急着用钱回来再告诉你。拿回来！哎，爸爸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你甩到哪里了？哎呀，没事。这件事不要说出去，是我自己跌倒的。 老板娘又在吹牛了，我呸！又说了你很会打，哼！不是说有人在戏里演什么男主角喽？戏都快播完了，才看见他冒出来啊！哦，那个没名没姓的人就是他。哪个没名没姓没爹没娘啊？哈？哦，那个举刀想砍女主角的那个。举刀想砍女主角的那个。啊，对呀，那个。哦。 没印象，当然没有印象了。他刚刚举起刀啊，怎么了？女主角就一剑，哦，他就死翘翘的躺在地上了。不过啊，只有个镜头，他死在地上，我才清楚看见他的脸啦。没有。签名。 新加坡人的脸啊，都给他丢光啦！就是说，还说去香港做什么大明星？我看呐，是去香港啊做大猩猩给人家耍差不多啊。还有啊，整条海南街的脸啊，都给你妈丢光了。哼，你那个不知廉耻的妈，还到处跟你打广告。你说什么？说你妈咯？她见到人啊。 就大吹特吹，说你是什么哇？香港的大明星啊，新加坡的李小龙啊，哼，呸！李小龙还差不多啊。呸！老大，筷子，你以为你拍武侠片啊？老大，是吧，老大？你可以骂我。 不要侮辱我妈！罗永林，我也得找你说唱啊！嗯。哎呀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打来找我。才行，把这些舆情的地位把它推散。好，你轻一点啊。横条出孝子，慈母多败儿。 你早知今日，何苦当初啊！淋的是活水，想死是吗？干嘛？给我打！打我！
小子，让你尝尝三道盟的厉害。你别以为这样就可以轻算，三道盟的老大会亲自到琼园茶室去拜会你。你最好摆酒向我们磕头认错，要不然别想在海南结婚了。走，去走吧。阿林，吃碗面吧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阿周，谢谢你。两兄弟说这干嘛呢？你是不是有仇人啊？最近结的仇。到底什么深仇大恨，要把你打成这样子呢？你不要问那么多。今晚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我答应了你，就一定不会说的。可是，你到底惹的是什么麻烦啊？不是我找人家麻烦，是人家惹上我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得到你吗？你帮不了我的。在香港那段日子，给我很大的教训。在那里，我吃了很多苦。以为回来，一切会不一样。哪里知道，昂摩那班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都参加了私会堂，都变了，变得很可怕，还要对付我。我们也是从小玩到大啊。那，你、我还有阿星，我们兄弟的感情就不会变。星哥去跑船，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他就要回来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到？他说他要回来过新年了。怎么了？你不希望星哥回来？怎么会呢？进来吧。不用那么紧张，我叫你少来，来多几回呢就习惯了。坐吧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你妈误会我偷看你冲凉，结果拿着洗衣板追着我打，好可怕。那是几百年前的事啊，你还提呀？谢谢。那为了让你安心一点，我去我妈妈房间看看。妈跟爸应该是跟国飞出去了吧？这是阿哥送给你的。是啊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不希望你活在阿星的阴影里。阿星是阿星，我们是我们，贝壳是贝壳，感情是感情啊。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都没有出去，我头痒，洗头冲凉，幸亏我没出去。刚才我听见你们在讲阿星，告诉你们，我最讨厌阿星这个人，不就是个海员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告诉你，你大哥啊，想跟我家六月好，我不赞成。妈，不要再说这些事了。我讨厌他的自以为是，我又不喜欢男人前怕狼后怕虎，中间怕老鼠。男人要像个男人样嘛，哼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怕你大哥，就不要来娶我家六月。妈，阿星是阿星，我们是我们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好，不讲阿星，讲阿周啊。哎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我？阿周是来看你的，
那以后呢，阿周有事没事啊，就会上来我们家做，你要开始习惯哦，对不对，阿周？哎，对对对，我是来看你们的，给你扫。你厉害，我说不过你。不要为了6月跟阿周的事操心啦。俗话说啊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6月喜欢阿周呢，老说这也是缘分嘛，啊。哎，你还记得不记得你用洗衣板去打阿周的事啊？啊，讨厌！每次哦，我提到阿周跟6月，你总是要跟我提洗衣板的事。当然要提喽。阿周这个女婿啊，是你拿着洗衣板啊，追了整条街打都打不跑的。哎，这就是缘分喽啊！就像我跟你一样。像我这样一个又善良又老实、有百般优点的男人，竟然会喜欢你这么一个又凶又恶的女人，这怎么解释？这就是缘分吗？你要死了！我说的不对吗？啊，以前呐，你是又温柔又体贴，像只小猫咪，可是现在呢，你像是母老虎。哟，你光说我。又不说你自己，当年呐，你还不是像阿周一样斯文老实，不喝酒不抽烟，现在像个酒鬼。我真担心阿周将来会像你一样。像我这样有什么不好啊？啊！我一辈子对老婆忠心不二。别毛手毛脚的！哎呀，什么毛手毛脚？以前你还说我性感呢。去！糟糕，我的东西忘了拿，贝壳项链。你昨天不是拿出来看吗？我就是怕我会忘记，所以我放在桌子上。哎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船上拿，等我。可以忘了吗？不闻不问不想他，难道真的从此没牵挂？除非自己变傻瓜。如果不曾紧紧拥抱过，感触不会特别多。交换过承诺，也没什么话好说。花花世界太多诱惑，缘起缘灭又能代表些什么？刚巧。